朵朵，我要死了！你这种人早就该死了！你这个人渣败类！你先吃饭吧。连块肉都没有，吃个屁！妈妈，你不是我爸爸！早在30年前妈妈死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的爸爸也已经死了。加油！你害死了我妈妈，害得我家支离破碎。这什么？啊！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不会这个人收尸的。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滚！朵朵说的没错，老婆，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这一生会过得很幸福、快乐。老婆，对不起。陆凯，我恨你！我永远记得那天，你抢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为了不让我饿肚子，让妈只能大的肚子，挨家挨户的去求人。多多吃，妈妈吃。老天爷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都怪你，妈妈不要我们了。这是我30年前的房子，我重生了。朵朵，你是朵朵？不要打我，朵朵没事。不要打朵朵，不要打朵朵。陆凯啊，陆凯，你可真不是人，怪不得上辈子朵朵不认你这个爹。朵朵，朵朵，爸爸以后再也不打你了。看着我，朵朵，妈妈呢？妈妈怎么不在呀？你把妈妈赶走了，妈妈不要朵朵了。1984年，田氏青年为了去县城给我买肉，结果遇到了车祸。啊！陆凯，快送你老婆去医院啊！去医院还得花钱呢，我就20块钱，我还喝酒呢。前世青年就是在车祸里受了伤，回家之后不止孩子没保住，他也没过半年就病倒在床上。这一世我一定不能让悲剧再发生。前世车祸是11点，1点半来得及，还来得及。多多，你在家别乱跑，爸爸去把妈妈找回来。青年，我回来了，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，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青年披萨，你现在还怀着孕呢，别肚着孩子啊。姓陆的还真不是个东西，你还怀孕着呢，他还让你出来买肉。青宁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惯着他的冲动。他又打你了，青年的命真苦呀，怎么就嫁了个畜生？赶紧学习，嫁狗随狗，不认命。哎，狗哥，能让我分享吗？100多自行车，这还赔得起？让开！我的自行车！抢劫啊！青年等我，我来了。青年丫头，要我说呀，你就别跟着姓陆的过了。你看看你们这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？你说你呀，这村东头的王小虎，他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就不同意呀？守着那个姓陆的废物，你是咋想的呀？我辛苦点没什么的，朵朵还小的，他老二也还没出生，我不想耽误孩子。快停车！我的姓陆的视频。停车！停车啊！这撇犊子怎么回去了？快不过去！快停车！来个青年要钱的吧！把钱给我！来人，真的卖钱了！把钱给我！
婶子在这呢，老李，快点！好嘞。哎呀，要不是陆凯拦住我们，这会儿被撞的就是我们了。对呀，是啊。啊，李叔，这事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都没事。陆凯，谢谢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就都没了。就是啊，非常感谢。小陆，嫂子刚才骂你了，嫂子给你道歉啊。咱都一个村的，不要说这些。啊，对了，李叔，还得麻烦你回村打电话报警一下。对，我们先回村里报警，等警察过来处理啊。海哥，虽然你救了人，但是我那自行车啊，我赔。你说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也就150。什么？150？陆凯，咱们家里真的没有多少钱了。二哥，我身上确实没那么多钱，能不能宽限我7天？我保证7天内我肯定还给你。陆凯怎么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的钱要是不够，我给你补。对，我们给你赔。对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每人凑一点也就够了。行，我就再信你一次，再等你7天。新娘，新娘，哎呀，真是动了胎气了呀！小陆，你先扶青宁回去躺着，我这就去找医生啊。老婆，你再去救我！快停车！老李，你再快一点！要出车祸了！青宁！青宁，你没事吧？陆凯，我去给你买肉了，我身上真的没有钱了。小王八犊子，你他妈不要命了是吧？你说，狗东西，你自己想死就给我滚远点去死，别拖着我这一车人给你陪葬。你不要命了，你媳妇还在车上呢。你媳妇可怀的是你陆家的种，你连你自己的孩子都不想要。我真没有，这狗东西不要命了，这不要命了，差点撞我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11点这个地方会有辆只有刹车失灵，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你们都别在这，快走啊！听我的，你净想胡说八道，你就别胡说八道了。老婆，小心跟我走吧！啊！干什么？你个小王八犊子，为了借钱，你连这种瞎话都能编得出来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真没有啊！大家快下开呀！进来吧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袁医生，我老婆她没事吧？孕妇受到惊吓，动了胎气，不过现在没什么大碍了，孩子算是保住了。好，心里没事就好。袁医生，谢谢你啊！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孕妇常年营养不良，又受到了惊吓，她随时都会有先兆流产的风险。我建议你去买一支安胎针回来，不然孩子随时都可能保不住。我们买，袁医生，我们买最好的。村子没有这个条件，你直接去城里买，我给你开个单子。喂，老婆，你听到了吗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保住了，你好好休息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啊。陆凯，家里最后20块钱已经被你拿走了，家里真的没有钱了。老婆，我不是为了钱，我是为你好啊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好了2天又开始喝酒，喝了酒又打我和朵朵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好了2天又开始喝酒，喝了酒就打我和朵朵。这是我带的钱，陆凯。你还保胎？你保自己的胎，你给我吧你！这贱家是，你还保胎？你保个屁的胎！老婆，我以前是很混蛋，是做了个错事，可是我真的认识到错误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和朵朵。
一定努力挣钱，让你把孩子生下来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？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？陆凯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会出去挣钱的，我会出去挣钱，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？求求你，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没事吧？妈，小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莹莹，他是不是又打你了？姓陆的，是不是你把我姐打成这样？你个王八蛋！我弄死你！小明，姓陆的，是不是你把我姐打成这样的？你个王八蛋！我弄死你！小明，你别打他，是我自己出车祸，我自己不小心的。你把凳子放下来，姐，你把凳子放下来。他都把你害成什么样了，你还护着他呢？陆凯，你放过宁宁好吗？妈，我这次真没欺负宁宁，我姓陆的，以后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姐，我就打死你！妈，场明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欺负宁宁，我以后不会再欺负她了。姐，咱们回家。哎，场明，这干什么？滚！老带我姐回家。场明，听我说，你姐是我老婆，我保证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啊！保证！你保证的还少啊？你哪一次长过记性了？我姐不走留在这儿，要把你活活打死！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机会。陆凯，你把我女儿打成什么样？你要把她打死，你才会放手吗？妈，我真的会改，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我？你别在这假惺惺的，滚！张明，你干什么？他是你姐夫呀！姐，你是不是傻？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你还护着他呢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你打死吧？你是我姐，你受欺负我也心疼。不是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我自愿的。陆凯，你老婆宁愿众叛亲离都要护着你，你上辈子为什么还不知足？陆凯，妈，陆凯，妈，你起来，妈，妈求你，妈求你了！妈以前哪里做的不好，我改，我错。陆凯，妈以前哪里做的不好，我改，我错。你看看妈，你看看妈呀！哎妈，别打！陆凯，你看我不求你能浪子回头，妈求你放过宁宁好吗？她的命已经够苦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你打死啊！我求你放过她，好不好啊？妈，你起来，姓陆的真不是人，呸！畜生！畜生！我听说出车祸了，应该没事吧？你放过他好不好？起来，倩倩，妈，倩倩，我求你让陆凯放过宁宁好吗？他不能再挨打了，他怀的可是你们老陆家的孩子啊！他又打你了。这次我真没有，畜生，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种儿子。畜生，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种儿子。妈，我本来以为你长大了，分家了，你的事你能自己做主，我就不管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你能这么混账！我没有。宁宁是你老婆，她现在怀着我们老陆家的种，你非要打死她，你才安心吗你？我不是啊，妈。亲家，我老伴走得早，是我一手把陆凯带大的，他变成现在这样，要怪就怪我教子无方，是我害了宁宁。宁宁是个好孩子，
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。宁宁，我同意你和陆凯离婚。妈，你不能！滚开！你要还认我这个妈，你就给我住嘴！妈！啊！妈，谢谢你亲家。宁宁，我们回家。妈！陆凯，妈，宝宝，长明，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失望，我以前确实是个混蛋，我不求你们原谅我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就一次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好不好？畜生翻身不还是畜生吗？给你机会干什么？让你把我给打死啊！长明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老婆，我求你。起来！你这个女子，你给我起来！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？怪我，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你，都是我这个做妈的不好。姐，咱们回家吧。走。小明，我不走。你不回去，你留着让这个畜生把你打死啊！走，老婆，我说了。长明，我不能回去，我回去了，朵朵怎么办？我不能回去，我真的不能回去，长明。我错了，我会把朵朵接回照顾。宁宁，听话，咱们走。妈，走吧，姐，姐，你回家行不行？你不要走，医生，姐，走吧，姐。干嘛你们？不知道他差点流产吗？还在这推推搡搡，孩子没了你们谁负责啊？杨医生，我儿媳妇她现在没事了吧？孩子目前是保住了，不过随时有流产的风险。介绍线给你们写好了，你们直接去县医院买，一支保胎针要200块，准备好钱，1周之内一定要打上，不然孩子流产了，大人和孩子都可能保不住。啊200块，200块，什么针这么贵啊？200块钱，我一个月工资才20块。算了，不打了。说什么呢，姐？说不打就不打了？你没听医生说吗？孩子没了你也危险。姐，姐，我这有30块钱，你先拿着，咱得打。家里还有50，钱不够了，我去借。宁宁，身体重要。就是啊，宁宁，再怎么说，咱也得把孩子生下来。我家里也有20块，我现在就去拿啊！他生下来也不会幸福的，宝宝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宁宁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老婆，我是赚钱，你和孩子我都要保住。你对，现在就去赚钱，我保证7天，哦不，3天，3天内我就把保胎针给你带回来。你挣钱，卢凯，你当我们家都是傻子呀？你跟我姐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往家里边带回过1分钱吗？陆凯，这可是你孩子的命啊！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老婆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按时把钱带回来。陆凯，你放过宁宁吧，宁宁的命已经够苦了，你真想她死在你面前吗？行了，妈，反正早晚都要离婚，你跟这个废物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先凑钱去了。长明，宁宁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妈凑完钱就回来啊。怪我，小时候我把你惯坏了，儿子，妈不求你大富大贵，你有点
做男人、做父亲的担当，好不好？妈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绝不会让你再失望了。妈，老婆，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陆凯，我不求你变好，我只求你别再骗我了，行吗？我没有。这保胎针要200块，你还欠那个二狗150，这一共是350。家里的钱早就都被你拿光了，咱们哪有钱呢？孩子要是没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不配做妈妈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想弄我，你也想着朵朵呀？朵朵才6岁，你也不想她以后没有妈妈？朵朵，哎，我们还有朵朵，还有奶奶。老婆，我以后一定会做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我一定会努力赚钱的，请相信我，好吗？老婆，等我赚钱回来。陆凯，我真的还能再相信你吗？我记得城里的古店一直在收文玩核桃，一般人分不清当普通核桃。那我这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这80年的还真热闹。看呀，皮薄肉厚的核桃，看，卖核桃了，皮薄肉厚的核桃，大家快来看看。快来看看呀！张美又来卖核桃了啊！大哥，买点核桃吧，2毛钱一斤。2毛钱。就这破核桃，一点肉都没有，你还好意思卖2毛钱？这种核桃也敢拿出来卖啊？太黑心了吧？是不是明摆着骗人的嘛？我没有骗人，我这核桃都是好核桃，我没有骗大家，没有骗人的。前几天我从你这儿买了核桃，回去之后把我牙都崩掉了，你还敢说你没骗人？骗子！还不赶快赔我们胡爷的修牙钱！妈，不是骗子，你们再回来！小兔崽子，他滚一边去！小康，骗子！看你们可怜才200块，怎么能骗人呢？三爷，我不知道我之前卖的核桃有问题，对不起，我一个寡妇，我身上也没有钱赔给你。没钱啊，用别的方式补偿也可以啊。等等，这核桃全要了。陆凯，是你。皮厚个大，果然是文玩核桃，这么大一吨，起码价值300块。张姐，这些核桃我全要了。谢路的，你他娘的坏我好事是吧？你一个烂酒鬼也好意思开口？你有钱吗你？张姐，核桃全要了，20够不够？20块啊！这可是我1个月的工资啊！买20块疯了吧？20块钱买一堆烂核桃，他疯了吧？小陆，不行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姐，这核桃不值钱，2块钱就够了。张姐，拿着吧，你这核桃可比想象中的贵多了。等一等，就这堆破核桃，你出20块钱？谢路的，你是想吃核桃啊，还是想吃肉啊？啊！谢路的，这张寡妇老早就看上了，你敢和我抢女人？
胡老三，人张姐清清白白，怎么成你女人了？再说了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人孤儿寡母的，大家帮忙照顾照顾，怎么了？照顾人需要出20块钱，你怕不是想照顾到床上去吧？去你丫的！别胡说八道！小陆，你的好意姐心领了，之前我不能要，回去吧。张姐，你收着吧，这是买核桃的钱。你要是喜欢这核桃，你拿回去就是了。这钱你还是收回去吧。张姐，他们说不值钱，那是他们不识货。要我说呀，这核桃至少值300块。陆凯，你怕不是喝酒把脑子喝傻了吧？就这粒破核桃也是300？那我现在就拿去卖。要是真卖出300来了，那么胡老三以后见了你，都恭恭敬敬的喊你一声陆爷。好，好。钱老板，你帮忙看看这核桃能卖多少钱？我这是古董店，不是菜市场。陆凯，我看你是喝酒把脑子喝坏，就这粒破核桃，你还想卖钱？我怎么就没听说核桃能当古董卖啊？钱老板，你可是卧龙镇第一件宝石，不会连文玩核桃都认不出来吧？这还真是文玩核桃，差点看走眼了。小伙子，好眼力啊！整个卧龙镇能认出这文玩核桃的人可不多啊。行了，你就说这能卖多少钱吧？你这核桃皮厚个大，纹路清楚，的确是上等的货色了。这样，我给你100块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样，我给你100块，你看怎么样？就这破玩意儿能值100？老钱头，你是不是眼瞎啊？我钱满仓做了一辈子生意，从来没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你小子也不懂，一边去！小伙子，100块卖不卖？钱老板，我这可是1筐核桃，能凑不少对呢。我要上到省城去，至少这个数。果然是内行人啊！行，我也不跟你磨叽。这样，这些核桃我500收了，怎么样？500，竟然卖这么多钱啊！天啊，这几个破核桃能值500块钱？陆叔叔没有骗我们，他真的好厉害。哎，站住！三哥，这么急匆匆的去哪儿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忘了？西路的，这次是我栽了，给哥个面子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你胡老三好歹也是我们卧龙镇响当当的大人，这愿赌不服输的名声传出去，以后怎么混呢？是吧，乡亲们？你是啊，胡三儿愿赌服输，不就是叫声爷吗？又不是割你肉，咋办啊，老大？陆爷，你说什么？陆爷，陆爷，哎呀，以后我们各论各的，我管你叫哥，你管我叫爷啊！你给我你赚的钱我不能要，拿着吧，要不是你摘核桃，我也赚不到这钱呢。小柯要上学了，买点好吃的，我还得买药呢，先走了啊。我的令上一世，青莲死后才幡然悔悟，这一次我重生，一定要挣很多钱，让大家过上好日子。杨大夫说了，像咱宁宁这种情况，必须得打保胎针。你们爷俩把钱凑齐了没？我昨天晚上挨家挨户去借，也就借到50块钱，连咱们家的存款加起来，也就凑了这么钱。100，这加起来总共才130块钱。杨大夫说打保胎针得整整200块，这还差70，
这可咋办啊？老宋，你快给咱想想办法呀！妈，那村里能借的，咱们挨家挨户都借遍了，还能有啥办法？陆凯呢？你们不是说他出去赚钱去了吗？他人呢？别提那混账的，还他赚钱，他不赔钱就算好的了。我估计这会儿人早就跑没影了。要我说，当初就不应该让我姐嫁给那王八蛋。我这只捐到30，这也不够呀，还差40，这可咋办呀？妈，要不算我，我不打了。宁宁，你说啥呢？宁宁，这针不止保胎儿，还保你的命。爹，就是出去卖血，也要把这保胎针给你凑够了。妈，爸，你们人都年纪大了，我不想你们再因为我背债。算了，就当我和孩子没这命。我的女儿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孩子啊，都是妈不好。妈要是早点管管陆凯，你也不会这样。你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？能救救命的命吗？老婆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这个王八蛋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回来了？爸妈，今儿怎么了？你还有脸说？年年都快被你害死了，这不是去赚钱了吗？钱呢？你们是担心宁宁的身体啊？啊，放心吧，这保胎针我带回来了。什么？这是保胎针啊，陆凯，这是哪来的？真的假的？爸，这是我在县城买的，啊，这发票上还写着呢，你不信的话，看看。我不实在，长明，你看看。对，快看看。阿托西班保胎针，售价200元。爸妈，这是真的，这还有一案章子呢，你看。真的，你让我看看。儿子啊，这针是真的，针是你从县医院买回来，你钱哪来的呀？妈，我陆凯虽然之前是个混蛋，但是我不至于用假药来害自己媳妇儿吧？放心吧。咱们宁宁有救了，宁宁，妈这个你找杨大夫过来给你打针啊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陆凯，买保胎针的钱你哪儿来的？你做生意赚的呀。你骗我！你又骗我！你又骗我！你说，你是不是去偷钱了？老婆，这真是我做生意赚的。城里有人卖核桃，他卖的文玩核桃，卖家不识货，当普通核桃卖，我20块钱收的，转手卖了500，那剩下的钱还在这呢。啊！爸，270块钱啊！说，这钱到底从哪来的？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陆凯，我不求你富贵，不求你上进，我只求你本分做人。你竟然敢偷东西，你真是要把妈气死，你才安心吗？妈，这真是我做生意赚的。你做生意，陆凯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心里不清楚。就你还会做生意了？卖核桃，你卖核桃是能挣500块钱，那我们村里的所有人不都是万万户了？长明，这是文玩核桃，又不是普通核桃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要是你们不信的话，菜市场的张寡妇，还有古玩店的钱老板，都可以给我作证。陆凯，我没空跟你玩什么把戏，把你这东西拿走。我们老宋家就是穷死了，也不会花你偷来的钱。亲家，都怪我教子无方，你放心，这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。我就是卖房子、砸锅、卖铁，我也给宁宁把保胎针带回来。啊！
爸不相信我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你会挣钱吗？你会做生意吗？这些年你往家里带过1分钱吗？陆凯，偷钱是犯法的，你要是进去了朵朵怎么办？你要以后别人说他有一个罪犯爸爸吗？我真没有啊！快，我把杨医生带来了，让开，快让杨医生给宁宁打针。还愣着干啥呀？让开呀！孕妇需要打针，你们都先出去吧。亲家，爸，我曾经是个混蛋，但是我这次真没骗你。亲人的身体重要，就算你不认我这个女婿，你得考虑考虑他吧。爸，你先让我姐稳住身体，咱们想办法凑钱。杨医生，妈，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你，我去2炖鸡汤。今天这个陆凯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之前不是从来都不进厨房吗？妈，你还真把那王八蛋当好人了，他就是演戏给咱们看的。等咱们一走，指不定又怎么欺负我姐了。装腔作势，马上让宁宁和他离婚。妈，鸡汤炖好了，麻烦你端去。强明，你假惺惺，你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后悔？要不是你当初欺负我姐，我姐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吗？啊，强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呐！你别咬吧，我从南山没有你这样的女婿，我不管你的钱是从哪来的，买朋友的钱，就算我借你的，等宁宁身体好一点了，你们就离婚。我老说，不欠你任何东西。听见吗？你这是……宁宁受了这么多苦，追根究底还是我们老陆家的错。这保胎针的钱怎么能让你们家出呢？我就算是出去卖血，也把这个窟窿给填上。人心中的惩戒是一座大山，我以前确实太混蛋了，现在光靠嘴皮子说肯定不行。妈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我，但是我想再争取一次。你们说吧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们才愿意让宁宁留在我身边？爸，你得想个办法让他彻底死心，不然就算离婚了，他肯定还得追查我姐。行，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不是会做生意吗？你不是浪子回头啊？只要你半年内能成为我们卧龙镇第1个万元户，我就不让宁宁和你离婚。爸，朵朵还小呢，她不能没有爸爸的。宁宁，你爸说的对，你还跟他在一起，他会害死你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就用这剩下的270块钱，在半年内成为卧龙镇的首富。如果我能做到，就再也不能逼宁宁和我离婚了。陆凯，你要是能当上首富，母猪都会上树了，你就等着跟我姐离婚吧。程明，老婆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的。别在这假惺惺的，行不行？走，跟我回家。爸，我不回去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老宋，你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姐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程明，老婆，谢谢你还相信我。我只是不想朵朵没有爸爸。儿子，你要诚心悔过，就做点成绩出来，不要再让宁宁失望了。妈，老天爷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辜负任何人。
魔都最新款衬衣，表演看一看啊！今年是84年，我记得今年冬天会特别冷。要是我能搞到大量的毛子就好了。我得先把这剩下的270块钱赚一大笔启动资金才行。干什么呢？便宜没多少钱，看一看呗。明年这个时候，从南方传过来的丝袜一度爆火，这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小乔也要看一看啊！妈妈，快看，是陆叔叔。小陆，张姐，真巧啊！小康，你好啊！陆叔叔好。虎子，你这衬衣多少钱啊？哟，陆哥来了，这在哪儿勾搭了个美女啊？这是？瞎说什么呢？孩子在，这是隔壁村张姐。虎子，你这摊位生意不行啊！我来半天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就这玩意儿，就在北方好卖，在咱们这儿连个看的人都没有。美女，要不来一套？这是啥呀？围巾吗？看着怎么怪怪的呀？张姐，这不是围巾，裤子。裤子？这穿上不是全部都露完了吗？虎子，这样吧，这衬衣和裤子我全包了，那个丝袜嘛，给我来200。200条？200条？你要这么多丝袜干嘛？穿1年也穿不完吗？我给我亲戚穿不行啊，赶紧给我提货。陆凯，我还不知道你一个烂酒鬼搞屁的亲戚，你买这么多丝袜回去，该不会是想送给嫂子穿吧？哎呦，嫂子那身材这么好，再穿上这丝袜，你属水管的呀，管这么多？你卖不卖吧？卖呀，就看你陆哥的面子。这丝袜我市场价1块钱要卖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1块钱？就这些东西，在广州顶多4毛一，你一转手卖我1块，当我傻呀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也去过魔都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的地方多了。这样吧，加上运费，我给你算5毛，200条就100块，加上衣服裤子一共150，怎么样？只要你能拿出钱来，5毛就5毛。关键你有钱嘛？你陆凯整个卧龙镇谁不知道？你喝酒都得找媳妇儿要钱，你能拿出来150？狗眼看人低。加上2件大衣，一共200，我包真有钱。陆凯，你小子最近发了。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提货！断你了。好嘞，陆哥，你稍等啊。这些真的能卖出去吗？这可是整整150块钱的，这要是卖不出去，那不都全砸手里了吗？张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能把这些货进回来，我就有法子把它卖出来。丝袜这东西得穿在人身上才好看。张姐身材这么好，不是当模特最好的人选吗？小陆，你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张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在这菜市场卖菜，一个月能卖多少钱？行情好的话，1个月差不多能赚10块钱。10块钱？张姐，我这有个生意想你帮我，我一天给你5块钱。一天5块？小陆，姐可是本分人，这不正经的生意姐可不做啊。张姐，我这可是正经营生，我是想让你帮我把精品货卖出去。可是我也不会卖这些呀。不用你会，我是想让你当模特。当模特？你看，那不陆凯吗？还真是他。陆凯这个王八蛋，像您这么好的姑娘他不珍惜，居然和寡妇勾搭在一起，我打死！这是人家家事，你去算什么？哎呀，青宁可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哎，赵成才，你不是喜欢青宁吗？我把她介绍给你怎么样？真的吗？这
不好吧？青年毕竟是陆凯的媳妇儿，有啥不好的？你可是钢铁厂的正式职工，铁饭碗，不比陆凯这个畜生强。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青年，今天就让他们离婚。青年，王嫂啊，我刚在镇上买的鸡蛋，来拿着。嫂，这我不能收的。那要不是你家陆凯，我早就被埋了。这王嫂的命还不是一篮鸡蛋？快拿着，快！谢谢王嫂，谢谢王爷。哎呦，丫头真乖。陆凯没在家呀？啊，他不在，他出去了。朵朵，好，你先进屋，妈妈跟王爷有点话要说。来，把鸡蛋拿来。哎，青年，我听说你怕逼着你和陆凯结婚呢，你咋想的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嫁汉穿衣吃饭，这个年头，这离了婚的女人可不好找下家。他最近变好了，他还说以后要好好照顾我跟朵朵。朵朵还小呢，这老二也还没出生，我还不想跟他离婚呢。这小陆这个人啊，他本性不坏，就是年轻贪玩。男人啊，就得要教。雨棍，姐教你两招，保证把小陆拿捏的服服帖帖的。你晚上再……王嫂，你这是干啥？哎呀，你听姐的，保证让小陆拿捏的服服帖帖的。姐走了啊，你记着，姐教你的。走了啊。陆凯，你真的能当个好丈夫、好父亲吗？我继续表现好点，我争取让青宁今天就离婚。站住！你们干嘛去？王嫂，我找青宁有事儿。你找青宁有事，带着这个男人干嘛？我可告诉你啊，陆凯现在不在家，你带着这个不认识的野男人去青宁家，张金梅看见怎么？青宁还要不要做人了？你怎么说话了你？谁是野男人？王嫂，这是赵成才，咱直钢厂的工人，不是坏人。贼眉鼠眼的，谁知道是不是好东西？你会不会说话呀你？王嫂，我找青宁有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家住海边，管这么宽？怎么对我没关系了？陆凯，哎，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死丫头，我告诉你啊，宁毁十座庙，不采银装婚。这个姓赵的，一看都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你别带着他去祸害青宁。陆凯光明正大的搞破鞋，他就是好人了。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。不能去。哎，别去！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去抓陆凯回来，让他收拾你。哎，刚才那谁啊？爱管闲事的八婆，别理他。我跟你说，这离了婚的女人不受待见。要不是实在看不惯我们家青宁受欺负，我才不会把你带过来。青宁以后要是跟了你，你可得好好对她。要是让我看见我们家青宁被你欺负，我就锤死你！哎呦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自从见到青宁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上她了。只要能娶青宁过门，我一定好好对她。就怕你们男人的嘴骗人的疯。哎呀，我发誓，我赵成才以后要是敢欺负青宁，天打五雷轰！行了行了，进去。青宁，蒂娜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咱县城钢铁厂的赵成才，专程来看你的。你东西呢？拿出来啊！啊，我给你带了点小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哎，青宁，你不是跟陆凯那个畜生要离婚吗？这赵成才端的可是铁饭碗，他最适合你。看一下我刚到的春衣。小陆，这都一上午了，连个看的人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张姐，我早有准备。江南追杀倒闭
王八蛋老板带着骰子跑路了，江南剧场倒闭了。王八蛋老板带着骰子跑路了。王八蛋老板带着骰子跑路了。老板，你这衣服不错啊，多少钱？美女，好眼光，这是魔都最新款的，5块钱。多来一件，魔都来的，怪不得这么好看。哎，好。好的。别急啊，我货源很充足，每个人都有。别急，小姐，别急，收钱。哎，都有啊。哎，别急，都有啊。小姐，收钱。好。40、50、60、80，整整80块钱。小罗，刚刚那些衣服的成本也就50，你这转手一卖，这挣了30啊！张姐，来，你的工资。不行，我不能要，我就是来帮忙的。拿着吧，咱说好的，出一份力，赚一份钱。小洛啊，谢谢你。哎，不过小洛，这些丝袜怎么办？一条都没有卖出去。没事，张姐，只要有你在，就有办法。我，不行，我觉得好羞呀！这羞什么？人家广深魔都的女孩都这么穿。可是，你看这也太臭了吧！陆凯，哎呀，王嫂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还在这混混呢？李丽娜带着那个野男人回去你们家了，他说要听人和你离婚呢。什么野男人？说是钢铁厂的工人，抓的是铁饭碗。快点回家，再晚点你媳妇儿都没了。哎，小姐，谁都别动啊，你看好啊。放心吧。哎，走了啊。青宁，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。那陆凯就是个畜生，你一定要跟他离婚。下家我都给你找好了，赵成才在县城钢铁厂工作，工作稳定，工资高，甩陆凯那个王八蛋几10条街呢。你考虑考虑。青宁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你要是跟我结婚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娘俩的。我答应过再给他一次机会的，而且现在朵朵还小，我不想跟他离婚了。青宁，你还相信陆凯那个王八蛋呢？我亲眼看见他在菜市场跟张寡妇拉扯了，等他浪子回头，做梦呗！你说什么？不可能的！他虽然平时爱喝酒，但是他从来不碰别的女人的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哎呀，陆凯那个贱种样子，招生辉我都认识，我怎么可能看错啊？我也看到了。就在菜市场，青宁，陆凯他都敢光明正大的勾搭寡妇了，他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他这种人根本配不上你。是谁趁我不在家打我媳妇儿主意啊？那丽娜呀，怎么来也不说一声，还带个隔壁老王，还有脸回来呢？你好，我是赵生财，钢铁厂的正式职工。今天不是周3吗？这钢铁厂不上班啊？赵兄弟这是被开了啊？不是，我今天特意请假过来的。老婆，喝汽水。朵朵，喝汽水。来，喝吧，喝完爸爸带你吃好吃的。谢谢爸爸。老婆，我给你买件衣服，你试试。这大衣很贵吧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今天做生意赚的。还能是哪来的？搞破鞋赚来的呗。我听说那张寡妇男人都死了3年了，还能给你买这么多东西。陆凯，你今天没少操劳吧？谁搞破鞋了？丽娜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谁乱讲话了？我跟常才都看见了，你在菜市场跟那张寡妇拉扯纠缠不清，谁知道你俩搞在一起多久？别睁眼说瞎话，我跟张姐那是正经比不上。哟，张姐都叫上了。陆凯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呢？青宁，陆凯这个畜生，除了会打老婆、喝酒、搞破鞋以外，还会干什么呀？你看看人家成才，一个月工资20块钱，哪里不比这个费不起？一个月挣20块钱，那确实是高工资啊。切。
老婆，这是我今天做生意赚的，一共150块钱，都给你。150块钱，陆凯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当然是做生意赚的，难道去钢铁厂打螺丝那才多少钱？不可能，你这钱肯定不干净。我干不干净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不是我老婆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老婆，拿着啊！我就不信你这个废物能赚这么多钱。青宁，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，你趁早跟他离婚啊！放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倩娘，回头我来看你啊！哎呀，别看了！丽娜，青宁她……陆凯那个王八蛋最擅长花言巧语了，他的钱肯定不干净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2天我们跟着点陆凯，他肯定还要跟那个张寡妇勾搭在一起。等我们捉奸在床，看他怎么狡辩。这能行吗？放心吧，青宁可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受。走。陆凯，这些钱真的都是你挣的吗？怎么又挣了那么多？老婆，昨天我卖核桃不还剩了270吗？今天花200进了一批货，在市场上卖，一上午又挣30。一上午就挣了30？当然，你老公赚钱的法子还多着呢。老婆，这些你拿着。给我？当然了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不给你给谁呀？老婆，以前我混蛋，花了家里不少钱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赚钱，赚到的钱都给你。朵朵，汽水好喝吗？好喝，甜，谢谢爸爸。爸爸，你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吗？我想要个好爸爸。朵朵，我以后会做个好爸爸。然后你想吃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去买。我想吃方便面，还有麦芽糖。好，我们去买。走。陆凯，你真的变了吗？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陆凯吗？哎，老板，我听说你这里有魔都来的衬衣，怎么卖的？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衬衣昨天刚卖完了，我们有最新款的丝袜，来一双吧。哇，挺新奇的，怎么卖？2块钱一双。一双破丝袜卖2块钱，我看你们是想钱想疯了。赶紧放音。江南这一场倒闭了，王八蛋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。美女，魔都新到的新款衬衫，要不要来一件？陆凯，他这人怎么这样？这明明就是你之前卖货的方式，他这不是恶意剽窃你的创意吗？我去找他理论去。张姐，算了，正常商业竞争吧。可是再说吧，又没有法律说不能用相同办法卖货。昨天咱卖这么好，放心吧，我有其他办法。以为抄作业就能抢我的生意，是时候让你看看来自21世纪的商战。陆哥，还是你脑子灵光，这卖货办法真好。我昨天一下午就赚了50多。你不要脸！做生意嘛，要脸不就挣不到钱了？哎呀，我还得感谢陆哥呢，不光帮我回收破烂，还教我怎么赚钱，简直就是我的财神爷呀！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呀？陆凯，你说我们这袜子到底能不能卖出去？该不会砸到手里了吧？放心吧，张姐，这个是年度新品，魔都和广深的小姑娘都穿这个。这销量肯定没问题。再说了，咱们还有你呢。可是我觉得好羞人呀，我穿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见人。张姐，你好歹也是新社会的女性，这有什么？再说了，我的钱可都搭货上了，你不想赚钱的？
你不想小康，上个好学校啊？好吧。步履顺风，魔都最新款丝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都来看一看，选一选啊！张姐，该你出场了。他怎么这样啊？这个人，我尼玛，穿的啥呀？这能穿出来吗？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们这对狗男女早晚还得勾搭在一起。就是伤风败俗。走，我们去找青宁捉奸。好，你可以。陆凯呢？又跑出去喝酒了。狗改不了吃屎。爸，陆凯其实最近都已经变好了。宁宁，爸妈也是为了你好。人家丽娜给你介绍那个赵成才，人就不错，又是钢铁厂的工人，又是铁饭碗，关键还不嫌弃你，你咋还不愿意啊？妈，其实陆凯他都已经……青宁，丽娜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走，我带你捉奸去。捉奸？捉谁的奸啊，琳娜姐？哎呀，还能是谁？陆凯呗，他在菜市场跟张寡妇拉拉扯扯，大家可都看到了。哎呀，宋叔，你们也一起呗。岂有此理！放！咋样了？还在呢。青宁，你快看看吧，这陆凯也太不尊重你了。光天化日，他居然……这个王八蛋！我真是……长明，姐夫他真在做生意呢，你别去。姐，你这人好好看一看，他那是做生意吗？谁想好好做这种生意啊？亲家，是我们陆凯对不起你们。魔都最新款的丝袜，就想穿这个啊！姐姐看一下吧，质量真的好，看看吧，给老婆买一双。哎，不买不许看啊！老板，这玩意儿挺好看的，给我来一条呗。哎，给我也来一条，待会儿叫给我媳妇穿。不看。妈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混账！谁让你做这种生意的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堂堂正正做生意怎么丢人了？做生意，你看看满条街谁像你这么做生意了？光天化日的，你跟一个寡妇纠缠不清。姓陆的，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？宋叔，你们误会了。妈，我们家人说话哪有你这个破鞋说话的份？你怎么心没有打人呢？住嘴！我本来以为你是真心悔过，真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不知悔改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真是生了一条畜生。妈，我说我姐这么好的女人你不珍惜，难道你早他妈在外面有姘头？你有胆子搞破鞋，怎么不敢跟我姐离婚？你知不知道这张寡妇就是克夫命，她一结婚就克死了男人，你竟然和她搞在一起。陆凯，你不要脸，我女儿还要脸呢，我求你了，你别祸害宁宁好不好？我怎么就搞破鞋了呢？我请张姐当模特，他们母子俩没有经济来源，我帮帮她而已，那怎么就搞破鞋了呢？陆凯，你堂堂正正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就你卖的这些东西，你卖这是啥东西？这是裤子还是袜子？这穿上都露大腿根了，哪个好女人会穿这样的东西啊？成才，你说是吧？说话呀你！就是不知廉耻，伤风败俗。陆凯，你不是答应我会好好做生意的？青宁，我这是好好做生意，他们思想环境不相信，小子你也不相信我吗？陆凯，你不是说你浪子回头了吗？不求你像人家小赵有个铁饭碗的工作，最起码你让我姑娘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。没想到你这么让我们失望。爸，别说了，现在就跟我们宁宁离婚。陆凯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别再纠缠我女儿，你放她一条生路好不好？你要搞破鞋就去搞，别拖累我们宁宁。不是说好不提离婚的事儿吗？
怎么又谁他妈跟你说好啊？星路啊，你少他妈给脸不要脸！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姐离婚，掀了你摊子，打断你的腿！你张阿姨、宋叔、宋姨，对不起，你们误会陆凯了，我和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假惺惺！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，我愿意离开卧龙镇，今生不再回来。张姐，你小陆，我知道你是好心人，看我们孤儿寡母可怜，所以才来帮我的。你的好，姐会记一辈子的。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。小陆，姐走了。站住！张姐，你是我的员工，我给你开工资，我没让你走，你就不能走。他们思想龌龊，看什么都龌龊，这跟你没关系。你们不是说我卖这批丝袜伤风败俗，卖不出去吗？那我要是卖出去怎么说？你要是卖出去了，我就认你这个姐夫。从今以后，我再让你跟我姐离婚，我就是你孙子。你别再折腾了，卢凯，你就和我们宁宁离婚吧，让我们宁宁早日脱离苦海。青宁啊，你相信我吗？白日做梦！你要是把这破东西卖出去一条，我从此以后免费给你做模特，一分钱不要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看那是什么？就是那儿，走。哎，别急！这些人该不会是都来买丝袜的吧？货源很充足，都有啊。我男人说你这个摊子有好看的袜子，是这个，老板是吧？是啊，你身材这么好，穿上一定好看。多钱？给我来2条。2块钱一双，一双破袜子卖2块钱，神经病！给我拿10条。你个大男人买那么多干嘛？我拿回去给我媳妇穿没顶啊！老板，给我20条。给我也来2条。来，给我也来1条，给我也拿2条。张姐，快收钱呢！我也要，给我也拿2条。别急，都有啊，都有。别都这玩意儿，敢惹我，我让你1分钱都挣不到。这破东西也有人买？一双2块钱，他2分钟挣了40块钱，比周省才2个月工资都多。小陆，老婆，这是今天上午赚的，都给你，你数数。30、40、50。陆凯，我都让你赚了这么多钱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分点？你不是说我是你财神爷吗？哪有不跟财神爷上供，找财神爷拿钱的？陈虎，这陆凯都教你怎么做生意了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得无厌呀？早知道这破袜子这么值钱，我就自己卖。陆凯，这一共有400块钱，这么多钱？除开早上进货的100块，今天上午净赚300。300块？这一上午能赚300？儿子，这钱真的是你赚的？妈，你不亲眼看到了吗？这么多钱，老婆，以后就你负责管钱，我只负责赚钱。一条袜子2块钱，还这么多人买，这些人疯了吧？就是，这些人不会都是陆凯找托吧？就算是托，那也得有400块的成本啊！你有那么多钱吗？陆凯，我看这丝袜都是给女人穿的，怎么来买的都是男人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还多亏了张姐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些都是陆凯出的好主意。这个年代大家都很保守，很多女人根本不敢穿丝袜，更不敢出来买了，都是男人出来买。我让张姐穿成这样，就不是给女人看的，就是给男人看的。啥意思啊？你看张姐穿上这丝袜，身材这么好，这是男人看的，谁不喜欢？那谁又不喜欢自己老婆穿上漂漂亮亮的？所以男人都来买，你买2双，他就买10双。男人嘛，都有攀比心，再加上这市场上只有我一家在卖，那我这丝袜肯定买得快。偷奸绝情！儿子，
妈咋不知道你还这么有头脑呢？原来这么回事儿，陆凯。以前确实挺看不起你，但这回真服你了啊！爸，我说我半年内成为万元户，没意见了吧？让开！让开！同志，就是他投机倒把，你看他们那些玩意儿，简直丢人现眼，伤风败俗啊！我是卧龙商务局稽查科的，接群众举报，你涉嫌投机倒把，请跟我们回去。接群众举报，你涉嫌投机倒把，请跟我们回去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他们陆凯早晚也翻车的。同志，我是陆凯的母亲，是我没有教养好孩子，你要抓就抓我们，别抓我儿子。姐，同志，这是我们早上挣的所有的钱，都给你，我求你别带走丈夫。娘娘，两位女同志，请让开，我带你丈夫回去配合调查，不会关押他的。可是，老婆，妈，放心吧，交给我。领导同志，我做的是正经营生，不是投机倒把，您无权带走我。陆凯，当着领导的面你还敢相反？你这泡袜子一双成本价值几毛钱，你卖2块，一大早就赚了400多，你还敢说你不是投机倒把？领导同志，他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，一定要关他个10年8载。张姐，领导，这是81年7月大华日报对个体经济的报道，官方明确允许个体经济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。我现在的条件是完全符合的。是这样的，这不可能啊！胡老三，如果我都算投机倒把，那你的市场欺男霸女、强买强卖算什么？你他妈血口喷人你！领导同志，他就算不是投机倒把，他也是伤风败俗，是资本主义。你看他卖的那破烂袜，那穿出去不是丢人吗？胡老三，你少在这胡瞎胡混！我这是正经营生，怎么就伤风败俗？你还敢狡辩？就你卖这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光能承受卖吧？你这不是伤风败俗是什么？你这种人就应该被关进去，关到死为止。领导，这是84年春晚主持人刘晓晴的照片，女主持人可以穿丝袜上舞台主持，那难道说女主持人也是伤风败俗吗？那我们看春晚的全国百姓也伤风败俗吗？当然不是。胡老三，女主持人可以穿，纺织女工也可以穿，到了我们劳动人民就不能穿了。那到底是谁在伤风败俗，又是谁在搞资本主义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领导同志，这有的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像这种欺上瞒下、鱼肉乡里，就不能让他在市面上流窜，不然这有一天肯定会闹出大乱子。你说呢？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，把他带走。领导同志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，领导同志，我是无辜的。小伙子，我很看好你，记得下周到我们去办爷爷执照，现在鼓励活体经济，希望好好努力，早日成为咱卧龙镇的第1个万元户。好。陆凯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怎么提前准备这么多资料啊？难道你知道胡老三要过来陷害你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做生意嘛，得有2手准备。我能预料到这丝袜能大火，但是肯定会有人心里不平衡。就算没有胡老三，也有张老三、刘老三，有2手准备，以备不时之需嘛。真有你的啊！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？爸，现在我说我半年内能当万元户，您总该相信了吧？哼！老宋，老宋，爸，宁宁，我回家，走吧。没事，陆凯，回头你也……哎妈，等等我呀！妈，你又哭了？妈没哭，妈这是高兴，我儿子长大了，知道赚钱了，知道疼老。儿子做得好，妈为你感到骄傲。你继续做你的生意，不打扰你啊。妈，我说过的，这辈子不会让你再失望。张姐，
这是你的工资，我再给你加10块作为奖金。不行不行，你一天给我5块的工资已经够多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拿着吧，给小康买2件衣服，这是你应得的啊。不就是赚几个破钱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陆凯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运气好，不就是卖了几个破丝袜吗？你看明天有没有人抢你饭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，陆丽娜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挑拨我跟宁宁之间的关系了。陆凯，你怎么跟丽娜说话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丽娜也是宁宁的闺蜜。宁宁也是你叫的，赵世才，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觊觎别人的老婆。你这钢铁厂铁饭碗是不想要了？哎呀，陆凯，你不就是有几个破钱吗？你没有铁饭碗，宁宁早晚还是会和你离婚的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陆凯，刚刚李丽娜说的有道理，如果明天真的有人抢我们生意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抢就抢他的呗，我有办法。哎，累一天了，饿了。张姐，走，回去吃饭。爸妈，陆凯今天真厉害，一个上午就赚了整整300块钱，那都顶我1年半工资了。你说人家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啊？怎么就这么灵光？就是啊，我看陆凯啊，今天就像变了人似的。这还不止呢，你看那领导一来，咱几个吓得都不敢说话。人陆凯一点不害怕，而且还提前准备那么多资料。我看陆凯没准儿真能半年内成为咱们乌龙村第1个万元户了。干啥爸？别等半天了，宁宁，礼拜1就和陆凯办婚礼了。爸，别等半天了，宁宁，礼拜1就和陆凯办婚礼了。爸，宁宁，别激动，先坐下。为什么呀，爸？陆凯挺好的呀，人一天挣咱们好几个月工资，你当老丈人也不担心。江山易改，百姓难移。他挣几个钱能怎么样？他有人家铁饭碗好吗？人家赵成才工作也好，人也不错，挺老实的。你和陆凯赶紧办婚礼了，跟那个赵成才多接触接触。爸，你不是答应过要再给陆凯半年时间的吗？你言而无信。我是你爹，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答应陆凯再给他一次机会的。这次谁说话我都不听。哎，宁宁，宁宁，还快去买紧身服呀！爸，你怎么年纪越大越顽固呢？滚！老宋啊，我说你是不是对陆凯有偏见啊？我觉得他这2天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不说以前，现在我对那个陆凯确实有点不放心。你看他做的那个生意，今天没被抓，是他运气好，满脑子官人邪道。如果有一天真的被抓进去了，你让宁宁怎么办？你让他守活寡吗？我们都来了，到这儿也点汤，慢慢吃。哎，是啊，张姐，咋不吃啊？陆凯，你说那个好办法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们这丝袜眼看着就要卖断货了，那明天一开始肯定会有不少人模仿我们的，特别是那个陈虎，他满脑子都是坏心思，我们明天的生意还能做成吗？别担心，张姐，他要模仿就模仿呗。可是没事儿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做长线生意。今天将丝袜卖的好，主要是在营销手段好。等明天商家多了，客户自然货比三家。这丝袜的利润就这么点，我们没必要打价格战。陆凯，既然这生意咱不做了，那我就把这10块钱还给你。这2天你让我赚了10块钱的工资，我这心里已经很知足了。谁说我不做生意了？刚刚是你说，我只说我不做丝袜生意，不代表我不做其他生意。这卖丝袜就是赚第1桶金，我准备后面卖毛子，那才是真正赚大钱的时候。毛子？这玩意儿有啥用啊？做成衣服卖。你别看现在毛子不值钱，冬天一到，这毛子的价格就像飞机一样蹭蹭往上涨，那才是赚大钱。可是这冬天穿棉大衣不是挺暖和的吗？用毛子做成的衣服，那得有多麻烦？陆哥，陆哥，哎，二狗，坐，吃了吗？没吃一块吃。吃了，你别客气。陆哥，听说你最近赚了大钱，那我那个自行车……
说的忘了啊。那个，我把钱交给你嫂子了，要不你给我回家取去？行，麻烦了，陆大。你看，哎，二狗，我记得你们家是开养殖场的是吧？有鸭子吗？有啊，我家300多只鸭子呢。咋了，陆哥？二狗，我有个生意，你跟我一块儿做，我每天给你5块钱，怎么样？1天5块钱？鸭绒？陆哥，你确定要收鸭绒？那玩意儿我们都是用来点火的，没有听说过能做成衣服啊。我不光收鸭绒，还有鹅绒、兔毛，反正相关的我都收。陆哥，你要愿意收我们的鸭绒，我肯定愿意。但是我不想骗你，那玩意儿真没用，怕你砸手。放心吧，陆哥不做亏本买卖。80年代，大多数人还没有羽绒服的概念，鸭绒根本没人养。羽绒服流行起来之后，鸭绒的价格暴涨到25块，甚至更高。我现在囤鸭绒就是囤黄金，只需要1个冬天，我就可以让我成为卧龙镇第1个万元户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的乖女儿，朵朵，今天乖不乖？乖，今天朵朵写了作业，还扫了地。爸爸今天有没有给朵朵带吃的呀？当然啦，噔噔噔噔。哇，绿豆饼，朵朵最喜欢吃绿豆饼了，谢谢爸爸。来，爸爸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今天妈妈一个人在房间里哭。那朵朵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呢？你们大人的事我怎么知道呀？朵朵还是个小孩呢。行，走进去。你回来了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哎，老婆，我吃过了，坐吧啊。老婆，你怎么哭了？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吗？老婆，你怎么哭了？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不是你的事儿。只是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个梦，梦里有爱我的丈夫，有可爱的女儿。我怕这一切梦醒了，你又变成以前的样子。老婆，这怎么会呢？我答应你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也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因为我怀了孩子？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要个儿子，要是我怀的不是个男孩，老婆，不管男孩还是女孩，我都喜欢。你和孩子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动力，只要你在，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不怕。老婆，你答应我，这辈子都不要离开我了，好吗？要是我爸妈还让我跟你离婚呢？那我就挣很多很多钱，把你爸砸晕，然后我们家4口原子高飞。看来老丈人还是对我有意见。我以前把一家人伤害得太深，必须得努力赚钱，争取早日让全家对我彻底认同。时候不早了，老婆，早点睡吧。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，只要能像现在这样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还有这儿，这就是我们卧龙镇最大的几个养殖场。今天咱们分头行动，争取把这几个养殖场的鸭绒全给它收了。全收了啊！陆哥，这估计得有几千斤鸭绒吧？咱哪来这么多钱？那这是我这几天赚的，一共500块，待会儿我拿200，你们一人150，差不多够了。陆哥，你给这么多钱给我，你就不怕我跑路啦？放心吧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相信你。再说了，这150的钱又不多，你不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吧？放心吧，陆哥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就攻占这卧龙镇所有养殖场，
不愧是80年代，鸭子还没吃过激素，鸭绒也是1等1的上品，能卖个好价钱吗？小同志，我们这儿的鸭都是喂鱼虾长大的，肉质鲜嫩，一只鸭只要3块钱，给你抓上几只。老板，我不要鸭子，我想要是鸭绒。鸭绒啊，那玩意有什么用？你是不是拿回去引火呀？你要鸭绒，我给你拿几斤。那玩意不值钱，我这儿多得很。老板，这1、2斤可够，我想要1000斤。1000斤？小同志，你不是糊弄我吧？那玩意虽然说不值钱，可是1000斤可也是个大数目呀。老板，那钱不是问题，你就说这1斤鸭绒多少钱吧？那少说也得2毛钱1斤。啊，老板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老板，剩下的200斤我明天凑齐了送给你啊。鸭绒都能卖2毛钱1斤，鸭绒居然才2毛钱，这次赚麻了。陆哥，我这总共750斤鸭绒，钱在这了。我一共700斤，还剩下10块。女儿不分了，拿你们工资了啊！呀，你看看，有点钱就大手大脚，扔在地上的玩意都没人捡，他收这么多，他还真以为能靠这玩意赚大钱。败家子！听到这话，他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他们老年人思想封建了一点，但咱赚了大钱，他会理解的。陆哥，咱囤这么多鸭绒，真的能赚钱吗？不会砸手里吧？放心吧，咱囤的是最好的鸭绒，可以做成最好的羽绒服。今年冬天会特别冷，等冬天一到，咱就挣大钱了。可是陆哥，你怎么知道今年冬天会特别冷啊？我经历过84年的寒冬，不少人穿着棉服都扛不住。可是这怎么跟二狗解释呢？这陆凯短短几天就赚了500多块钱，他说这鸭绒值钱，那就一定值钱。二狗，咱们是打工的，一切替你陆哥安排。嗯。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我听说你们要把鸭绒做成羽绒服，咱们有这个条件吗？对呀，陆哥，要是做不了你说的那个什么羽绒服，那咱这鸭绒不全浪费了吗？放心吧，老婆，这鸭绒怎么处理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到时候咱肯定大赚一笔。打架啊，老婆，这鸭绒的味道很大，对不起啊。强明，你带你姐出去逛逛，我处理一下。哦。你记得早点回家啊。从80年开始，大夏进入寒潮期，每年的温度都越来越低，羽绒服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。赵长河是我们卧龙镇商务局领导，想来他应该不会拒绝我的提议。进来，陆凯同志，来办营业执照了吗？领导，感谢前2天您的照顾。赵主任，我今天过来不仅是办营业执照，还有这个项目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哦，不准卖丝袜了，什么项目？说来听听。赵主任，您听过羽绒服吗？姐，你说陆凯那声音能行吗？什么羽绒服，我听都没听过。我也不知道。姐，那可是整整500块钱的货，可千万不能砸手里，你得劝劝他。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。卖丝袜嘞！魔都进口的最新款丝袜，物美价廉，先到先得。胡老三，他还敢抢咱家生意？胡老三！哎，长明，魔都进口的最新款丝袜，物美价廉，先到先得。老板，我昨天在这摆摊卖丝袜那个老板啊，他的质量好像比你的更好一些。女同志，我这也是魔都进口，质量保证，而且啊，一条只卖1块5。行，那给我来一条。哎，好。胡老三，胡老三，谁让你在这摆摊卖丝袜的？我卖我的丝袜是碍你事儿了，咋？这市场间是你们家开的呀？你长明，算了，不能算，姐，丝袜生意是陆凯带起来的，他现在占着陆凯摊位卖丝袜，那不耽误你们挣钱吗？我没去找你们麻烦，你们把他送上门来了。小子，你胆子很大。
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知道老子为了出来花了多少钱？这200块，那也是你自己活该。别抢命！放开我！别抢命！放开我！他妈的陆凯，夜不无钱找了这么漂亮媳妇，他外和我抢女人，我不去抢他老婆。你干什么？姐，妈，宁宁，你怎么哭了？我爸呢？宁宁，你怎么一个人？长明呢？爸，长明为了保护我跟那胡老三打架，他被人抓起来了。什么？从1980年开始，我国冬天的气温就越来越低了。我们南方城市还不明显，但是在北方，特别是黑河，最低气温都突破零下50度了。这羽绒服在北方是人们过冬的必需品。你说什么都没听明白，这和你的生意有什么关系？黑河可是我国最北面，难道你要把毛子卖到哪边去？主任，咱这省可是全国养鹅养鸭的养殖大省，生产的鸭绒和绒更是全国第一啊！这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我不能放着不用啊！让我想想，现在全国的羽绒服基本上被外国品牌垄断了，我们要是能生产出品质好、价格低的羽绒服，那可是给全国生产做贡献的。但不仅能卖到北方，还能卖到海外呢，这可都是您的政绩呀！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？我只是刚好手上有一批鸭绒，想借您的关系找一家服装厂收购。今年冬天也是个寒冬，只要做出来，这羽绒服肯定会脱销。这么有信心？当然了，赵主任，这羽绒服一旦生产出来，可是我们卧龙镇每个老百姓的福利呀！行，难得你这么高的觉悟，我刚好认识卧龙服装厂的厂长，我这就帮你牵线。谢谢领导。同志，我是宋长明的父亲，我们家长明在里边没？宋长明涉嫌寻衅滋事，已经被我们关押。你们要找宋长明去所里，这里面是伤员。老宋，咱们长明这么年轻，他怎么能被抓呢？同志，我们家长明一向很听话的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们就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吧。是啊，同志，是那个胡老三他耍流氓，我弟弟是为了保护我的，他没有错的。具体情况我们会调查，人肯定是不能放的，除非你们获了涉案人的谅解。老宋，这可怎么办？现在只能找胡老三，当务之急就是把长明弄出来。他还年轻，身上不能背案子，要不然这一辈子就完了。王队长，这一共是2450斤鸭绒，您点一下。不用点了，赵主任介绍的人，我信得过。按照咱们之前商量好的价格，1斤鸭绒1块钱，这里是2450块。好嘞，谢谢王厂长。好嘞，谢谢王厂长。王厂长就是干大事的人，出手就是阔绰。哎，你小子，这么多钱你不点点？您信得过我，我也信得过您，这区区2斤块而已，不用点。好，不愧是赵主任看中的，有魄力。不过陆凯同志，这羽绒服真的有市场？当然，王厂长，这自从改开以后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这羽绒服的价格虽然比棉服高不少，但是其保暖效果和舒适性都远超棉服。要是保管得当的话，穿个5、6年不成问题。我认为这羽绒服未来一定是潮流。说得好，这年轻人的眼光就是比我们老一辈的要好。陆凯同志，我期待你的下一批货。王厂长，王厂长，您生意做这么大，家里应该有不少外汇券吧？我可不可以用这200块钱换您100外汇券？家里孩子想吃方便面，吃东西就外汇上练财。好小子，这年头愿意对孩子付出的可不多。这钱我就不收了，外汇票来，我送你。谢谢王厂长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，慢慢走。真是个好人。以后自己开服装厂还得跟他合作。陆哥，你太厉害了，500块钱鸭绒转手卖2000多，你这赚钱比喝水还容易。来，二哥陪你自行车。算了吧，陆哥，你不带我赚钱了。拿着吧，你赚的是你的工资。二哥，放心吧，跟着我干，2000块钱只是开始，我让咱每个人都当万元户。是陆凯。
凯不好了，你们家出大事了！怎么这样？长平把胡老三打进了医院，自己也被抓进去了。你老婆现在在医院呢。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好疼啊！哎呦，我头啊，我的头好疼啊！小胡同志，叫他妈谁小胡子？老东西，我是给你脸了是吧？胡老三，是胡老三同志，我老头子有眼不识泰山，今天都是我家长命的错，你就高抬贵手吧。高抬个屁！你没看到老子头都被打破了，你儿子打了人还叫屁事呢？你他妈做梦呢吧？啊！是，那你提个条件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尽量满足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只要不让我家长明蹲大牢，怎么样都行。走。这样，你让你女儿陪我几天，我做你女婿，这样送长明，这就是我小舅子了。咱们就认真的。你休想！胡老三，你敢打我们家宁宁的主意，你做梦你！那就等着你儿子蹲大牢吧，那是你们宋家独苗吧？这坐一辈子牢出来，你们宋家好像要绝后了呀！啊！胡老三，就是我宋家绝了后，我也不会卖女儿的。不要得寸进尺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得寸进尺，老东西，你他妈眼睛瞎了是吧？躺在这里的是我，受害者是我。明明是你对我图谋不轨，长明他是为了保护我。哼，那现场可都是我的人，你有证据，你去让警察来抓我，你信不信？我让宋长明那小子我一辈子大牢。你无耻！胡老三，你说的条件我绝对不可能答应的，要不然换个条件。哎，那就赔钱吧。我这脑袋被你儿子打成这样，怎么也得赔你2000块钱。2000？你怎么不去抢去啊？哎，我就是抢你，那然后怎么样？我们家真的凑不出来2000块钱，家里凑一凑也就最多200块钱。200？你他妈打发叫花子呢？你是真想让你儿子蹲一辈子大牢是吧？老嫂，陆凯哪还有钱？要不然我先去借点。家里的钱都被陆凯拿去买鸭绒了，只有100。妈，我的长明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哎，算了，看在大家都是同乡的份上，给你们打个对折，1000啊！再让陆凯那个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让我磕头。胡老三，给你脸了是吧？陆凯，陆凯，妈知道你本事大，你快救救长明，长明他还年轻，他不能蹲大牢的。妈，放心吧，长明没事儿。老婆，赶紧受委屈了。帮帮长明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哟，来了，来，先给我磕一个吧。陆凯，你他妈的不想救你小舅子了是吧？这丝袜是你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调查过你的进货渠道，是广审，不是魔都。你的丝袜质量比我前几天卖的也差一点，你这是虚假宣传，叫投机倒把。投机倒把什么后果，你很清楚吧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这明明就是……那我现在就去找赵处，反正他很乐意多一分。慢着，到底想怎么样？写一份谅解书，这件事情一笔勾销，不然的话，你就等着蹲大牢吧。陆凯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明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啊，姐夫。没关系，也是保护你姐的。以后出去别冲动，用脑袋解决问题啊！就是，你看见陆凯2句话就把胡老三给吓跑了。你呀，以后做事别那么冲动啊！哎，姐夫，
那你是怎么知道胡老三那批丝袜来源的？你还专门去查了？哪有时间呢？我一听说你这事儿，就马上赶过来了，没有去查，炸他的。啊！而且胡老三这个人贪财又吝啬，我断定他不会去魔都买高价的丝袜，他又没有进货渠道，我就随便照顾他几句，他就怕了。没想到他胆这么小，姐夫真厉害。行了，事情都解决了，回家吧。爸，姐夫帮咱家这么大的忙，你不说两句啊？有啥好说的？要不是因为他招惹胡老三，你能有今天？爸，有空了一起回家吃饭。哎，妈，爸不是一直不让姐夫进门吗？你爸这个人啊，脾气就是犟点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小凯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走了，姐夫。你说，爸这是接受你了吗？这应该是吧。老婆，这一世我要让你永远为我骄傲。老板，胡老三这么欺负扫地一家，来了就算了，要不我……现在法治社会，别闹出人命了。这两个人什么来头？别说出去这么多。放心吧，这都是当时我跟我混的地痞流氓，随便给了2个人就打了。你们好好说出去。行，注意分寸啊。你来了，爸妈都等你很久了。爸妈，哎，不是你让陆凯回来吃饭的，摆下子给谁看？臭脾气！来，放心。小凯，来，咱爷俩喝一个。哎，爸，我今天好好陪你喝个酒啊。对了，长明呢？从未见他。那小子啊，闲不住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不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妈，姐夫也在呢。哎，整天咋咋呼呼的，跟你姐夫学好的。不是，那谁，胡老三让人给打了，鼻青脸肿的，衣服都被扒了，就掉市场街那儿。你们去看看。什么啊？胡老三？什么？胡老三？你干嘛？啊，我就是找那帮小子教训教训他。谁知道他们下手这么重，估计这胡老三这辈子都不想待在卧龙镇了吧？还得是你姐吧，帮我出了口恶气。哎，这是啥啊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，老婆，方便面你拿去给爸妈一人泡一碗尝尝。爸，泡面，爸爸，泡面是给朵朵的吗？是啊，朵朵开心吗？开心。妈妈，朵朵想吃，你去给我煮。好，朵朵想吃，妈妈去给你煮好吗？好。哎，姐夫，泡面不是外汇商店才有吗？这应该挺贵的吧？是挺贵的，不过是城里服装厂王老板送的外汇券，我没花钱。小凯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连城里的大老板都认识啊。方便面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，以后有机会倒是可以开一家方便面作坊。方便面在未来可是足有1000亿市场，比羽绒服的市场更大。朵朵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爸爸，我明天还想吃。好，我闺女想吃就天天吃。谢谢爸爸。爸妈，老婆，这是我前2天卖鸭绒的钱，一共2450块，你拿着。2000多块钱，这么多啊！姐夫，你成本不是才500块钱吗？一转手就翻了5倍，这鸭绒这么值钱啊？爸，坐。坐，当然值钱了，而且会越来越值钱。下一步，我准备扩大规模。长明，你去找辆车，和我一起去周边县城，我们一起收鸭绒，
到时候我给你2成利润。爸妈，周边村你们更熟悉一点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麻烦你们去收一下周边村的鸭绒，不仅有鸭绒、鹅绒、兔毛、皮草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小凯，你摊子铺这么大，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妈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城里的王老板还找我订了2000斤的鸭绒，现在羽绒服的热度还没起来，鸭绒的价格还会再涨。我想趁现在囤一批货，以后赚大钱的时候。可是现在资金还不是很充足，未来我想开个羽绒服厂，掌握了全技术链，日进斗金不成问题。小凯啊，我还是劝你一步一步来，有钱呀，别乱花。爸，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，我支持他。还是我老婆深明大义啊。老宋，你们家真准备收鸭绒啊？就是啊，这鸭绒有啥用？你们收过去干啥？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不骗人，我们不骗人。陆凯认识城里的大老板，人家要用鸭绒做衣服，大量收购，大家家里有养鸭、养鹅的鸭绒都可以卖给我们，2毛钱一斤。2毛钱一斤？你确定吗？当然了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肯定不会骗大家的。除了鸭绒、鹅绒，我们还要兔子皮，各种皮草，都是2块钱一张。2块钱，比镇上卖的还都贵。哎呀，我家里还有几张兔子皮，我这就去取。快去，我也回家拿。也有，快，我去。梨子，我听说你们家收兔子皮2块钱一张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李叔，您这一共是5张，给您10块。来，您钱，您收好。真给钱啊！老天爷，我往常1个月都赚不到这么多呀！让开！哎，宁宁，我这有一大包鸭绒，快看看多少钱。来，我给您称啊，一共是15斤。15斤，王嫂，这1斤是2毛，一共是3块，您收好。好，哎呀，3块钱啊！好，宁宁，我回去再拿点，你等我啊。好嘞，不着急，来看我这个，质量好。别急，大伙别急，一个个来，来，给您称啊。翠芳呀，你找的这女婿啊，就是好，年纪轻轻的就知道赚别人钱。他也是最近才变好的，以前我们宁宁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呢。这就是苦尽甘来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嘛。要我说啊，还是你和老宋眼光好，土疙瘩里都能挑中鸡刺。卖鸭绒都能赚钱，陆凯那个王八蛋又走什么狗屎运了？丽娜，你说咱俩一起搞点鸭绒咋样？你收得来，你有渠道卖吗？你认识城里的大老板吗？说的也是哈，哎呀，我就是看陆凯赚钱了，心里羡慕。你羡慕他干啥呀？陆凯那个王八蛋迟早得翻车。哎，你不是要请青年吃饭吗？快去啊！来下一个。你好，赵成才。你好，赵成才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过生日，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，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我没空，我很忙今天。哎，宁宁，人家成才专门过来请你，你不给他面子也给我一个面子嘛。成才可是一心为了你好。我不是不给你面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今天很忙的。你忙活陆凯的事儿干嘛呀？他就是个骗子，做生意迟早得黄。我觉得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成才，他端的可是铁饭碗。你会不会说话？我说话有什么问题吗？陆凯他就是个畜生。丽娜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宁宁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还帮陆凯说话呀？你忘他以前啥样了？他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变好了。那他以前打你是事实吧？害得你差点流产也是事实吧？你总不能因为他现在赚了点小钱，就忘他以前咋欺负你的吧？人家成才好心过来请你，你别忘了，你要是离婚了可是2婚，你连跟人家吃个饭都不愿意。星宁，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星宁，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哎呀，别吵了！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你没经过我同意你就带他来见我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这让别人怎么看我呀？而且
不管怎么说，陆凯他是我丈夫，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我好，娘娘，丽娜她也是为你好，就是说话不好听。陆凯满脑子都是歪门邪道，早晚一天他得翻车的。不如跟着我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不用你对我好。还有，你不要叫我宁宁，我跟你没有关系。青宁，那我再给你点时间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等你。放你身上，我不用，你拿着吧。我说了，我不用了。我告诉你，赵成才，我生是陆家的人，死是陆家的鬼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离开陆凯。请你以后也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哎，你没听见我姐说什么？还愣着干嘛？滚！喊那个王八蛋，肯定是他花言巧语把秋宁给骗了。你放心，秋宁最后肯定会跟他离婚的。回来了。啊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休息？我算了一下，今天一共买了1200斤鸭绒，还有200张皮肤，这一共是640块钱。你快数数。我不数，我老婆在，我放心。只是老婆你要好好休息，还怀着孕呢。我不累，只是没有别的技术能帮助你们，只能先做这些小事了。这可不是小事，老婆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干什么都有劲。你都出去1天了，你的车联系上了吗？联系好了，我跟长明明天去隔壁市，估计要待个3天吧。哦，对了，老婆，我听说这李丽娜和那个赵成才今天又来了。其实丽娜她心眼不坏的，她都是为了我好，只是那个赵成才他老是来找我，你会不会生气？我当然生气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打他一顿。你这次可不能像以前一样冲动了。骗你的，傻瓜。老婆，赵成才是个城里人，他都一直喜欢你，那说明我陆凯的老婆优秀啊，也说明我眼光好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出门在外要多穿一点啊！来，哎，老婆，我带了有钱。穷家富路的，你出门在外，我怕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一定要多带点啊！好，那老婆，我真走了。快走吧，走吧，去吧。注意安全啊！回去吧，姐，回去吧，老头。好，好，上去。深坑鸭绒，咸鱼翻身，哼，做梦！谁呀？我的鸭绒，我的鸭绒！张小偷，张小偷！张小偷，张小偷，张小偷！站住！站住！还我鸭绒！还我鸭绒！还我鸭绒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鸭绒被人偷走了！你们快去追！你们快去追啊！什么？赵成才？鸭绒？爸，找到了吗？
二狗哥，张姐找到了吗？慢点。哪个王八蛋敢偷咱们鸭肉？等我找到，还没人弄死他！我刚清点了一下，一共丢了200张皮子，500斤鸭绒，总共损失500块钱。啊，500块钱？哪个傻钱能这么不要脸？这不要咱命吗？要不我们报警吧？现在报警已经来不及了，后天县城制衣厂的王老板就要来收货，咱要是给不起货，还得赔违约金呢。这怎么办呀？要不要先告诉小陆？他现在出门在外，我联系不上他。现在陆凯不在家，这个家我先顶着。爸，王老板的货咱得先给他。咱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。咱们都收2000货了，大家手里的鸭绒肯定不多。那就加价，1张皮子3块，1斤鸭毛3毛，只要价钱合适，肯定能收到足够的数量的。宁宁，这样还得750块钱才能够啊！陆凯出门前给了家里留了200，爸，你那还有多少？对了，家里就剩这么多。这也不够啊！我有。前一天陆哥还了我150，加上这10天的工资和零花钱，总共200。我也有。宁宁给。张姐，你们都不容易啊！要不是陆凯，我们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你拿着啊！谢谢你们。等陆凯他们回来了，我让他们好好谢谢你们。妈，300、400、550，这还差200块钱呢。200块钱我有。200块钱我有。丽娜，这不是我们丢的鸭绒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刚才碰到赵世才骑车跑了，这个就是从他车上掉下来的。赵成才，这王八犊子敢偷咱们鸭绒，我先让你弄死他！哎，晚了，我刚刚去过他家了，根本就不在家。青宁，对不起啊，我真没想到赵成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幸好你没答应嫁给他，要不然我可就要害你一辈子了。丽娜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不，我犯的错我认错。我刚才听说你们还差200块钱，之前你拿着。丽娜，你拿着吧，我可不是为了陆凯，我是为了你。你不收，是不认我这个好姐妹了吗？行，那这钱就当我是借你的。哎，现在钱都齐了，咱们分头行动吧。爸妈，明天一早你们先去村里挨家挨户的收鸭绒和皮子，不管多贵，咱有多少收多少。好。二狗哥，你和张姐明天麻烦你们再去一趟养殖场，他们手里肯定还有存货的，咱们有多少收多少。好，丽娜，你明天跟我一起记账。好。陆凯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会把家看好。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失望，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小伙子，要点什么？老板，你这有金项链吗？有的，小兄弟有的。是送给你老婆吧？我一看你就知道是爱老婆的好男人，这项链还回去给你老婆，她肯定高兴。行，就这个了，多少钱？不贵不贵，120块。家婆，还是你对我姐好啊！这么贵重的项链，我姐看了肯定喜欢。长明，你说我们才出去3天，我怎么感觉像一年？你们这叫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你说你俩都老夫老妻了，怎么还跟当年谈恋爱似的？哦，切！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
什么？赵成才这个王八蛋敢偷咱们家鸭绒，弄死他去！回来！长明，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做事多动脑子，别冲动。赵成才的事儿你别管，我来收拾他。红豹，这2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大家都不想耽误你生意。爸，丽娜，张姐儿搞，谢谢你们。别谢我，要不是兴宁，我才……行，等我手上这批货卖出去，我给大家包个大红包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赵成才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他偷了东西，犯了错，自然法律惩罚他。同志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抓我，我是刚才抢的职工，你别抓我！敢偷东西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他会被判很多年。500块钱的活，足够他关30年。对了，老公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是因为我怀孕了才对我这么好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无论你有没有怀孕，我都应该这样对你。之前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面你离开我了，朵朵也离开我了。我到处找你们，可我就是找不着。不过还好，我醒来以后发现你们都在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才发现你和朵朵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礼物。我当时就发誓，我要一辈子对你们好。谁说要跟你一辈子了？那我就努力赚钱，创造一个大大的商业帝国，建一个大大的城堡，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我。思想，谁说要住城堡了？那你要什么？我要朵朵每天幸福，老二快乐长大。我要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能看见你。我要我们到60岁了，还能这样手牵手，一直走。